他17岁被关进精神病院，后来治愈了全世界。1961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一个17岁的女孩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腕，用刀片割自己的胳膊、腿和肚子。她反复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医院的出院记录里写着这么一句话：在住院的26个月里，这位患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全院最不稳定的病人。他叫玛莎·莱恩汉。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想用几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带你认识一种被严重误解的心理疾病——边缘性人格障碍。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你一定见过它的影子。那些被说太作了、太极端了、太难相处了的人，那些在爱情里像火山一样爆发，又像冰川一样退缩的人，那些让身边人精疲力竭，自己却比谁都痛苦的人，他们中的很多可能正在经历这种障碍，却连自己都不知道。先回到玛莎·莱恩汉的故事。她被关在哈特福德精神病院的时候，医生用尽了当时所有能用的手段，电击治疗、冷水浴、大剂量镇静药物，甚至把她单独关在隔离室里。但什么都没用，她越治越糟。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患者，医学界给出的判断基本就是4个字：无药可救。但玛莎出院以后做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去了一座禅修道场，在那里她接触到了一个概念，不是对抗，不是压制，而是接纳，彻底的无条件的接纳。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先承认你是这个样子，不评判，不逃避，不试图立刻变成另一个人。这个体验像一道闪电逼近了他的认知。他后来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治疗的起点不是改变，而是接受，然后才是改变。这2个字的顺序决定了一切。玛莎后来成为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花了几十年时间把这个领悟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叫辩证行为疗法。这套方法后来成了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最有效的手段，拯救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但最震撼的事情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玛莎已经68岁了。她把300个亲人、朋友、同事、学生召集到了当年关她的那家精神病院，然后她第一次公开承认，她自己就是一名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全场沉默。那个曾经全院最不稳定的病人，成了全世界最懂这种疾病的人。他没有隐瞒自己的伤疤，他把伤疤变成了药。好，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来，看看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先说一个数字，全球大约有 1% 到 6% 的人口受到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微信通讯录里有多少人？几百个？按最保守的估计，里面可能有3到5个人正在经历这种障碍，只是你不知道。他们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亲人，甚至可能是你自己。而在中国，情况更加特殊，咱们国家的精神障碍分类标准，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诊断类别。很多患者走进医院，被诊断成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来回折腾好几年，药换了一轮又一轮，症状就是不对，直到有人说，你去查查是不是人格障碍。你想象一下那种感觉，你痛苦了那么多年，连病名都是错的。我先打一个比方，想象你的情绪是一个恒温器，正常人的恒温器设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外界温度变化，它会自动调节，让你保持在一个舒适区间。但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恒温器是坏的，不是彻底坏了，是灵敏度被调到了最高档。外面温度升了1度，他体感升了10度；外面降了1度，他觉得自己被扔进了冰窖。这不是比喻，这是大脑层面真实发生的事情。2023年发表在欧洲精神病学与临床神经科学档案上的一项脑成像研究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脑里负责情绪反应的核心区域，体积显著缩小，同时他们的脑岛，负责感知自己身体内部状态的那个区域，皮层厚度也明显变薄了。更关键的是，
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出了问题。前额叶是你的理性刹车，杏仁核是你的情绪油门。正常人踩油门的时候，刹车还在工作，但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刹车线被剪断了，油门踩到底，刹车踩不住。所以他们不是不想控制情绪，是大脑的硬件在那个时刻物理性的控制不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边缘性人格障碍不是性格缺陷，不是道德问题，不是想不开，不是作，它是大脑的情绪调节系统出了结构性的故障。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承受的最大伤害往往不是来自疾病本身，而是来自误解。你太敏感了，你怎么这么作？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是在控制我。你看看人家谁像你这样？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一个已经全身是伤的人身上。边缘性人格障碍最核心的恐惧是被抛弃，不是那种普通的害怕分手、害怕失去朋友，而是一种骨髓级别的恐惧。这种恐惧强烈到什么程度呢？哪怕对方只是回消息慢了10分钟，他的大脑就会启动全面危机模式。对方不爱我了，对方要离开我了，我又要被丢掉了。然后他会做出一系列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疯狂打电话、发消息轰炸、情绪崩溃，甚至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确认对方还在不在乎。这些行为不是操控，这是溺水的人在抓救命稻草。2026年发表在临床医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指出，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情绪失调有3个核心维度：冲动性、情绪觉察不足和情绪辨识模糊。注意最后这个情绪辨识模糊，意思是他们不是情绪太多，而是分不清自己到底在感受什么。愤怒、恐惧、悲伤、羞耻，这些情绪在他们体内像一锅沸腾的汤，但他们说不出来这锅汤里到底煮了什么。说不出来就处理不了，处理不了就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释放，割伤自己、砸东西、暴饮暴食、酗酒，这不是他们选择的，这是情绪的压力锅没有减压阀，只能炸。还有一个事实很多人不知道，大量研究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和童年创伤有极强的关联。2023年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童年情感虐待是预测成年后患上这种障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是打骂，不是忽视，是情感虐待。什么是情感虐待？就是一个孩子在最需要被看见的时候被否定了。你的感受不重要，你不该有这种情绪，你怎么这么多事儿？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孩子的大脑，20年后长成一片情绪的荒原。再给你讲一个故事。2017年，美国喜剧演员皮特·戴维森公开说自己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他当时是周六夜现场的常驻演员，全美国最火的喜剧舞台。在外人看来，这个人年纪轻轻就站在了事业巅峰，有什么好痛苦的？但皮特说，在被确诊之前的1年多里，他经常突然崩溃，然后崩溃完了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他先去了戒毒康复中心，以为是吸大麻的问题，戒了3个月，一点没好转。后来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你不是成瘾的问题，你是边缘性人格障碍。他在周六夜现场的更新环节里，当着全美国观众的面说，我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然后他说，抑郁影响着这个国家1600万人，没有治愈方法，但治疗有帮助，去看医生，谈谈药物。一个喜剧演员在最大的舞台上撕掉自己的面具，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还有一个人的故事值得讲，布兰登·马歇尔，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的明星外接手。2011年，他成为北美4大职业体育联盟里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运动员。在那之前，他以暴脾气出名，在球场上和队友打架，在更衣室里摔东西，在场外不断卷入争议事件。所有人都说他是混蛋，是刺头，是球队的毒瘤。但确诊后，他进了麦克莱恩医院，花了3个月系统学习情绪管理。出来以后，他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以为我是个坏人，现在我知道了，我是一个生病的人。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坏人和生病的人，这个区分是所有理解的起点。那么这种病能治吗？答案是能，而且效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玛莎·莱恩汉发明的辩证行为疗法，核心就是那个他在禅修中领悟到的辩证法，同时接纳和改变。你现在很痛苦，这是真的，我接受。同时你可以学习新的方式来应对这种痛苦，这也是真的。这两句话不矛盾，它们必须同时成立。2022年发表在《心理治疗与身心医学杂志》上的一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即便只做6个月的辩证行为疗法，效果也不逊于做满1年的完整疗程。而且2年后的随访显示，治疗效果是持续的，自伤行为减少了，情绪调节能力提升了，整体精神症状都在好转。这项研究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研究者发现，在治疗早期就大量探索自己的情绪体验的患者，8到10个月后的疗效最好。而在治疗过程中发展出了情绪灵活性的患者，就是能够在不同情绪状态之间自如切换的人，抑郁症状改善最显著。还有一个词让我印象深刻，自我慈悲。研究发现，治疗中期表现出自我慈悲的患者，最终的治疗效果最好。也就是说，对自己温柔这件事，不是鸡汤，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临床上被验证有效的治疗机制。2023年的一项脑成像研究更加直观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发现，经过10周的辩证行为疗法之后，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杏仁核中原本扭曲的情绪表征空间居然恢复正常了，他们的大脑在结构层面上发生了可测量的改变。大脑是可以修复的，恒温器是可以重新校准的。我之前在会员区做过一期关于抑郁和轻生念头的内容，那期讲的是大脑的化学海啸。这次我想多说一层，边缘性人格障碍和抑郁症不一样。抑郁症像是大脑被按下了静音键，一切都灰蒙蒙的，而边缘性人格障碍更像是大脑被切换到了噪音全开模式，每一个信号都被放大了10倍。安静的人和嘈杂的人，痛苦的方式不同，但痛苦的程度是一样的。我特别想对身边有这样朋友或家人的人说一句，你不需要完全理解他们在经历什么，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当他们看起来在闹、在作、在无理取闹的时候，他们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风暴。你不需要冲进风暴里去灭火，你只需要站在那里，让他们知道风暴过去以后你还在，这就够了。玛莎·莱恩汉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最深的伤口有可能变成最有力的药，不是因为伤口自带治愈功能，而是因为当你真正穿越过那种黑暗，你就获得了一种别人永远给不了你的东西。你知道隧道有多长，你知道隧道的形状，你知道哪里有弯道，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它有出口。他在68岁那年回到当年的精神病院，面对所有人说出了那句话，对，我就是那个曾经全院最不稳定的患者。他不是在展示伤疤，他是在告诉每一个还在隧道里的人，出口存在，我走出来了，你也可以。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是不是曾经误解过他们？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些时候也觉得情绪的恒温器好像失灵了？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每一条真实分享都可能帮到一个正在黑暗中的人。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